各位朋友，我要问一个扎心的问题，你觉得你人生的痛苦到底算不算数？有些人会说，我熬夜写报告换来0分，那痛苦根本白费。我减肥饿了3天，结果1顿火锅全回来。我付出真心爱一个人，结果对方只把我当 ATM。这些痛苦好像真的白费了。但是罗马书8章18节开场就给我们一记震撼弹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哇，这意思就是现在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因为将来的荣耀大到爆表。保罗说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。简单翻译，整个宇宙都在等我们基督徒揭晓身份。这画面超夸张，大自然好像在排队等着看你出场。树木在喊，拜托快显出来啊！动物在喊，不要再污染我们了，快把新天新地带来。甚至连海浪都在说 Come on， 我们撑不住了。你以为地震只是地壳变动？保罗说，可能是大自然在哀嚎啊，因为他们也被卷进虚空的辖制，一起叹息，等着得释放。保罗说，不只是大自然，连我们自己也在心里叹息，因为虽然我们已经得着圣灵的出手果子，可是我们还在等身体得赎。这画面就像什么？就像你去超商买冰淇淋，收银员已经找零给你，可是他跟你说冰淇淋坏了，10分钟后才出来哦。哇，钱已经付了，冰淇淋还没拿到，心里急得要死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，救恩已经预付完成，可是全套荣耀身体还没到手，所以我们常常一边盼望一边呻吟。保罗补一句关键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简单说，如果已经拿到就不叫盼望了嘛，所以我们需要耐心等候。保罗接着丢一个超暖心的秘密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事情烂到谷底，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祷告，只能说唉，结果圣灵接手了，你的爱在他那边自动翻译成，天父啊，他现在需要安慰，需要力量，需要恩典。哇哦，原来我的叹息也能上达天庭，还有超专业翻译同传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在你最弱的时候替你发声，让你的心意跟神的旨意对齐。然后保罗丢出整段经文最炸裂的一句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什么叫万事？好事、坏事、烂事，甚至莫名其妙的事，全都算。就像神在做一锅大杂烩，你放进去的可能是苦瓜、辣椒，甚至榴莲，结果最后煮出来一碗超好吃的神级料理。你以为你的失败只是失败，结果神说，等等，我会把它翻转成祝福。你以为你的眼泪只是浪费，结果神说，那是我将来荣耀的调味料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，在神手中没有任何精力会白白浪费。保罗最后给出一条救恩黄金链，他所预先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预先所定下的人，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你发现没有，这里没有一个动词掉链子，预先知道，预先定下，招来，
称义、得荣耀，这是一条无法打断的救恩流水线。神既然开始了，就一定会完成，这保证比任何保险公司都可靠，因为他不是半路弃单的神，而是负责到底的父。所以整段经文带我们经历了现在的苦楚，小 case， 大自然在等，原来宇宙也跟我们一起叹息。我们不会祷告，圣灵帮忙翻译，万事互相效力。神说没有浪费的痛苦。最后结论，救恩已经绑定到底，直接送到荣耀。问题是，你相信你的痛苦也在万事效力里吗？还是你仍然怀疑这一切只是随机事件？朋友们，基督徒的人生不是痛苦打工换奖励，而是荣耀剧本早已写好。所以别怕现在的眼泪，因为他们正在被神收集，变成将来荣耀的见证。下次你再问自己，这痛苦到底值不值得？你可以笑着回答，当然值得，因为我爸会全包。